实境节目是影视产业之中较为新兴的类型，打着出演者真实的反应为卖点去拍摄，闪耀色彩的活动剧情 Story， 由安迪卡当主角去探讨实境节目的幕后。不过当时没料到的是，这个活动剧情想传达和呼吁的事物，仿佛无意间的预言了大约2周之后，一件在日本引起热议的真实事件。大家好，我是 Skim， 今天就我来帮大家回顾活动剧情 Story， 并聊聊其中值得了解的探讨。安迪卡参加住在同个屋檐下的实境节目，前半的剧情主要被分为2组：恋中与结花、魔美美、雾子和笑叶。恋中即将出演舞台剧，正好跟为了连续剧演出而准备的结花作息的时间待契合。而魔美美、雾子和笑叶则因为都是学生身份，3人一起行动的机会进而变多了。开场刻意用惹哭5人的电影去带出节目规则，每有人哭1次就扣1分，25分之后就会提前结束拍摄。后面就有高中组在餐厅展开作战会议的剧情，衍生出他们想尽可能拉长拍摄日期，只要赶上了恋中和结华的个人演出档期，就有机会达到宣传的效果。同时笑也提到了实境节目的剧组可能基于其他对节目有兴趣的艺能人会带来的更高知名度和收视率，就可以安排一些容易让他们哭出来的暗装，借此名正言顺地让安迪卡提早结束演出。3人的下一个计划是必须在避免拿到负分的状况下，想办法做出有助拉高收视率的内容。这里的剧情安排，除了简单刻画演出者面对收视率感到压力的模样，也是一窥魔美美和笑耶比较少在主线表现的一面。笑耶主动站出来分析状况和商讨对策，展现了制作人和结花不在的场合才较有机会凸显的特质。有回收的学业优异的人设，这在后面还会再次表露出来。魔美美也会一摆平时的怕麻烦，选择配合笑耶的提案，越是平时依靠的恋中和结花不在，甚至到必须靠自身的行动去达成目的，所以拿出了有别于以往的积极。それじゃあどうしたら。視聴率。そう思う。方法があるとすれば、ポイントが溜まってしまう前に視聴率を上げること。それなりの数字を取り続けられるなら、あからさまな打ち切りを避けられるかもしれない。然而高中组尝试拍出的成品，被剧组正面婉拒以失败告终。不仅合力营造的画面没有被采纳，甚至因为其中不小心流泪的片段扣了分。萧也因此自责而向不知情的恋中与结花坦白失败。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小地方，是魔美美知道结果后，第一个想到就是萧也会自责而难过，了解对方的程度可见一斑。私の責任だとか思ってそう。相对3人的沮丧，恋中和结花只是一如往常的一笑置之。结花甚至真心觉得雾子被拍摄的内容很有趣，他们当然也希望尽量延长拍摄，争取个人演出的宣传期配合。但恋中主张大家难得可以这么亲近的住在一起，能快快乐的生活也很重要，收视率再想办法就好了。结花则作为最熟悉流行和影视文化的成员，以条列式的实际解说，继续迷的向其他人解说了实境节目观众和剧组所追求的看点，目的在把意识到收视率重要的大家调整到正确的努力方向。但连结华都没料到的是，这个纯粹出自好意，为了达成安迪卡和剧组共同目标的谏言，都会被剧组利用成博取收视率的手段。努力の甲斐もありまして、本日第1回オンエアにこぎつけました。どこが抜かれとるとやろね。まあ確認の V 見る限りじゃ割とどこつままれてもいい感じじゃない？ああ、かなり幅広い絵が撮れ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さあ、そろそろピザと飲み物を回そうか。始まったら乾杯。
SNS もちょっと盛り上がってきてる。ふわー、瞬きせんと見よう。さあ CM が開けるよ。3、2、1。まずこれね。カメラが止まっちゃいかねないような一種の自己性を目指したんだと思うけど、事故になっちゃダメ。あと奇跡を起こせるようなゲスト頼みっていうのも長くは続かないと思う。出演者を自由に泳がせておいてツッコミで笑いを取るっていうのも芸人さんの領分だと思うんだ。キレのあるツッコミができるわけでもないんだし。ボケも多分一般受けはしないかなって。何これ。五人一同收看了第一集的首播，期待的心情完全和看完之后的反应成强烈反比。计划当时和全员解释的场景被剪辑成了计划相识合作的第一天就跟大家训话，配合上大家当时专注而僵硬的表情，呈现出了一股才第一天大家就神经紧绷似的无法和乐融融。这边还有一个表现是刻意让恋中的出场画面减少，营造出一种明明是队长和森特却被杰华擅自抢走地位的感觉。除了恋中以外的4人观看首播后晚餐前的神态明显飘扬着变调的氛围。对首播内容感到不满的也少不了身为安迪卡后盾的制作人，却尝试和剧组理论的结果，就像制作人那句没料到为了收视率做到这种地步。双方都认为自己为了配合对方做出了妥协，却没有共识，进而延伸出现实中部分的实境节目至今令人诟病的原因。打着写实呈现演出者反应的招牌，实际上为了吸引眼球，存在着预备脚本和不实简介的问题。剧组的反驳虽然以实境节目的立场站不住阵脚，却更加反映了娱乐产业的血淋淋现实。收视率降低的风险是经不起考验的，尤其像是安迪卡演出的实境节目，是赞助商直接挂名去投资的，这样剧组肩负的压力和责任，不得不让他们只能交出最有可能拿到高收视的成品。纵使如此，制作人提及 SNS 引起的言论带给安迪卡的伤害同样也是不该被忽视的。游戏安排的网络社群言论还算是保守，最多只是围绕在安迪卡没有想象中的要好，和杰华比较像是领导者等等，但确实弄糟了安迪卡团内的气氛。尤其是杰华，当时他出自无私的好意，想让大家有更明确的方向，去引战第一次出演的实境节目，结果首播的成品却被扭曲成夺走恋中的地位，希望每个人皮绷紧一点似的训话。从杰华的独白可以看出他不在意自己被如何评价，但是安迪卡因此被贬低，这比自己被辱骂来的百般难受。出てったら何抜かれるんだか。一緒に暮らしたらみんな美味しくなるとね。絶対的に子がたんでしょうが。一緒にいたらまた変な編集されるんでしょ。同时在高中组努力想拍摄出有趣的桥段时，杰华和恋中因为作息比较能配合到彼此，而有许多交流相处的时间。因为这段陪伴，杰华更深刻地体会到恋中作为照顾大家日常起居的支柱，在身心灵方面是何等强而有力的可靠。如今因为自己被公开在媒体上编辑而扭曲后的言语造成的伤害，让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恋中。这里实境节目却扭曲真相，
有意图去剪辑内容，造成社群网络的负面风评。加上剧情初次公开的时间点，令我联想到2020年5月轰动一时的木村花事件。当时各大报道的揭露，再次把部分实境节目令人诟病的幕后，以及引发了网络诽谤对当事人的伤害，摊开在阳光底下。科普一下木村花自杀事件：富士电视台和 Netflix 联合制作的《双层公寓》东京2019-2020，是一支强调没有剧本，一切反应都是真实的，召集互不相识的3男3女，入住一所豪华房子，同屋共寝的实境节目。职业摔跤手出身的木村花，在第4季的播出期间，5月23日被人发现沉尸在自家的寝室，警方依照遗书判定是自杀。日本新闻媒体整理出《双层公寓》中最有相关可能的演出内容。木村花的室友小林快不小心将他的摔跤战衣直接用洗衣机去洗，导致衣服染色缩水，气愤难免他和小林快发生争执，过程中更激动地把对方头上的帽子拨走。这集公开之后，不少观众认为木村花的反应难以理解，大量的匿名谩骂在网络上传开，甚至从事发之后的调查得知，木村花的 SNS 用户收到了近100则传给他的人身攻击。就当死讯公开没多久，舆论还飘荡着有暴力倾向的木村花暴力相向后受不了批评，玻璃心碎自杀的论调时，木村花的母亲祥子办完女儿的后事，接受了周刊文春的访问，提供了实质的证据，才让幕后发生的事浮上水面。木村祥子透露，离世的8天前，母女俩一起替祖母举办了庆生派对。然而在回家的路上，木村花强忍泪水向她坦诚，剧组要求木村花必须表现个像既定印象中的摔跤手，演出要夸张到他们觉得满意的程度。有小林快执行的摔跤服事件，也是被工作人员煽动的，还说出了只是赏一巴掌也还好吧的言论。但身为职业摔跤手，无法认同剧组的方针，协调之下没有结果，当下内心很痛苦的木村花，最后只拍掉了小林快的帽子。也从那刻开始，他觉得再也无法信任工作人员。周刊文春也经过木村祥子的同意，公开了拍摄期间木村花传给朋友的赖讯息，其中不乏摔跤衣等他知道的时候就已经被弄坏，但工作人员却只在意我能不能在摄影机前暴怒，以及木村花真的不想甩巴掌。拍摄期间剧组一直煽动他，很多播出的内容都是剪辑过的，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这则访问公开后，同样演出双层公寓过的成员水月爱华和当事人的小林快纷纷借由媒体表态。水月爱华透露，当天看到自己木村花的 IG 限时动态，内容明显不像平时的他，马上就私讯关心对方，甚至随后赶到木村花的家中找人，可是最后只能在医院等到冰冷的遗体。而小林快则坦白，他有接到木村花的电话，也明白对方是配合工作人员的演出。如果没有这件事的发生，节目上标榜写实的过程，实则刻意安排的怂恿，恐怕会永远石沉大海。越来越多人证物证的出现，让整件事的风向很快就转往问责剧组，以及激起网络霸凌问题的讨论热度。最后富士电视台停播了节目，来以示负起社会责任。但是播出该集后传讯息给友人，提到大家都在骂他，制作单位应该很满意成功炒作话题。5天后选择结束性命的木村花，再也不会回到大家的面前了。由于 Story 这篇剧情，活动截止和木村花出事只相差快2个礼拜，可能让人不联想到闪耀色彩的剧本家是不是想借由角色和剧情之手，尽可能让更多人注意到实境节目和网络言论的问题。当然，这2个议题的争议早就行之有年，但因为 Story 的内容发挥十分贴近又探讨的时事，成为了我2020年最印象深刻和评价很高的剧情。回到剧情本身，察觉其他人因为第1集的内容而无法好好享用自己准备的饭菜，连中大喊到这根本不是吃饭，建议大家一起暂时离开拍摄的住所。看完首播并交涉无果的制作人开一辆小型巴士过来，恰好赶上还在考虑这个提案的安迪卡。
说自己是来迎接他们的。原来就算这几天不在身边，制作人也第一时间替他们着想着。意识到这点的安迪卡不约而同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ああ隠しカメラでもあるのかい？面白くなってきた。ああ、最高だ。早く行こう。キリコも。小金ちゃん。行くわい、キリコも。ここにもアンティーカはおらん。暂时来到没有隐藏镜头的地方后，至尊率先出来帮安迪卡分析了接下来的2条路。出于职责和利益，至尊承认坚持拍摄下去，的确对安迪卡的职业有帮助。未来放长线的不说，恋中和杰华近期的个人演出肯定受惠。但和剧组交涉之后，确定两边的理念不同的结果，至尊也一五一十地告诉5人，中途退出也是情有可原的选择。毕竟光是第1集就无法接受的剪辑，谁能料想之后他们的举动还会基于收视率被扭曲成什么样子？萧夜再次拿出当时引导魔美美跟雾子分析时的犀利，而魔美美则展现出知道萧夜会自责时一样的共情力，表明察觉杰华因为自己被肯定，恋中却被否定的网络言论而闷闷不乐的心情，并替他们2个说出了心中的纠结。っていうより、アンティーカのセンターかつリーダーはユイカが致命的ですね。そんなことを言われると、小金と三峰がどうすればいいかわからなくなるので。ありがとう、マミミン。萧夜和魔美美把先前制作人杰华和恋中不在才能发挥的特质，因为想帮助他们的心情而表现出来。杰华的表态则显示恋中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呼应实境节目拍摄以来作息时段比较吻合的2人，相处之后感谢彼此的心情，也让其他3人顺着对话表示赞同。相比明显动摇的其他4人，恋中拿出往常几乎不为所动的正向，表示不值得为了不了解他们的人做出的评论而难过，亲自替杰华解开了愧疚。这里恋中用入味的汤汁去形容支持杰华的粉丝，我猜恋中想表达的是，喜欢杰华的人是因为他的内涵更深入了解过他的性格而迷上并支持杰华。在时过境迁的现在，回头来看这段恋中对杰华的理解，似乎也解释了现实中至今没有放弃杰华的人的心声。恋中作为安迪卡不可或缺也不会被动摇的队长和 center， 正是因为成员需要安定时，能成为他们避风港的包容力和坚强。不论是个人故事还是团体剧情，恋中都不曾真正被动摇。鼓舞士气的他现在要带领大家，以不认识他们的人也能抛下成见为目标去前进。自叹不如的制作人把话题拉回最后的意愿确认，假如决定要继续，为了保护自己也好，达成收视目标也罢，面对剧组所求故事性的课题，就必须正面迎击化解，而且势必由安迪卡自己策划和执行。习惯逆来顺受的雾子罕见的率先表达意见，尽管这只是摄影，他还是真心的喜欢和大家住在一起的日子，这几乎让雾子忘记自己是在工作。和安迪卡共度的时光是他最重要的宝物，能让更多人看见这样令自己珍惜的时间，雾子也打从心底感到高兴，所以他还对节目近乎篡改的编辑打从心底感到痛苦。面对杰华和笑耶提到，即使他们共同经营的过程可能会被扭曲，雾子则回答，即使5人携手创造的故事有被改变成谎言的可能，他也想继续和安迪卡一同完成千真万确的旅程。就像在活动剧情《九狗雅》《欧莫奇欧之扣》当时他们制作绘本那样，
既然真实可以被不同的角度撰写，那安迪卡更不该放弃有自己的视点，去记录体会到的美好。正因为这样也有被重伤的风险，正因为价值观的不同可能会再次受到批判，安迪卡主观见证的这段回忆，必须由安迪卡以自己的方式去描绘，然后借此尝试去告诉更多人。絵本の時みたいに。あ、それでも私たちが作ったストーリーを勝手に作り変えられるリスクは消えない。それでもコカに嘘じゃないお話がなきゃ、そうしなきゃ。そのために傷がもっと広がることだって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それでもやろうってことだね。嘘のアンティーカが作られることより、本当のアンティーカがない方が。ああ、私たちは本物なのだから。嘘に大きな顔をされているようじゃ、それこそ嘘だ。有了杰华对流行和影视文化的把握和敏锐，物质提出的杰华和恋中当教官，督促高中组的3人准备期中考的魔鬼训练，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收视率。根据文本中剧组和观众的反应，可以发现好评不断之外，安迪卡提出的内容改以现场直播的方式去呈现，更是飙高收视率和引发热烈讨论的主因。因为感受到安迪卡自然流露出的努力，自己也变得想努力。第1集飘荡的感情不好，如同过眼云烟似的。看似不同的5人，共同编织出热血且温馨的故事，实境节目拿到了这些正面的评价。话虽如此，作为了解安迪卡在这篇活动剧情的心路历程，体验到这一切得来不易的玩家来说，和最初一面倒的负面评论一比，现在这些单纯的赞美，不免得有些讽刺。标榜写实的实境节目，到头还是得靠脚本和主题安排去赢得收视率，这样看上去充满谎言，实际上不攻自破的作品背景，其实也借由物质的话语，做出了很好的见解。カメラの外でも嘘じゃないストーリーにするんで。まみみ。まみみちゃん、大丈夫。生きてることは物語じゃないから。私たちなら、本当はどこにも嘘なんて。整个活动剧情也在由安迪卡成员轮流口述的报道中，画下了令人安心的句点。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报道是由游戏内对育成会有正面帮助的善村记者执笔的。他更是 Story 这篇剧情中以第三者的视点，而且是新闻媒体的视点，去审视安迪卡的遭遇。借由节目第1集播出前和制作人的对话，和后来他专访杰华的内容，用比较有说服力的立场去吐露媒体幕后工作者面对点阅率和收视率的压力，其实也不亚于表演者。但与此同时，山村对身为记者自觉的朴素，也强调了出于自身压力去对真实加油添醋，甚至篡改捏造的同业，也不该就此免责。无法强制改变业界的山村，能做到就是以他实际采访到的内容，据实撰写自己所看到的经过。这是不想输给恶德的同行的自尊，更是对当事人理当的尊重。毕竟，如果没有人出来去尝试告诉更多人其他的角度，以及确切发生在焦点周围的事物，那这些不该被忽视的事实，终究只会被主流流量掩盖，而就是这样被忽略。我曾在实况的试播集提过，去年那支岩上影片制作的初衷，并不是要替当时杰华的声优辩解，而是考量到闪耀色彩在台湾并不是那么知名。
如果曝光了机会，结果只当群众的注意力围绕在声优，甚至牵连到实际上没做这些事的角色和其他声优上，这对努力在闪耀色彩这部作品的所有人，都是一种不实的指控。也许我自以为是，我以为能靠频道有能力去改变别人的看法，但如果完全避而不谈，我认为这件事只会变得更糟糕。加上我实在不认同所谓的 2.5 次元角色作品绑定特定演出者的看法。的确，表演者能在各方面和角色设定契合，产生的共鸣确实会让诠释和演出加分。但是逆向去认定演出者等于角色，向来只是擅自的一厢情愿。被当作梗图的，别老把角色和声优关联在一起。发言者樱井孝宏先生并非第一个呼吁的声优，而偶像大师的声优更是如此。舞台表演和对配音的诠释的契合度，是专业与敬业的表现，更是最好的自我宣传。如果遇上一个愿意维护角色的表演者，就愿意最底线的顾及喜欢这个角色的粉丝。相反的场合，就像去年的当事人和事务所，冷处理做到根本没有解释，几乎把作品和其他声优牵连进来当代罪羔羊。毕竟很残酷的是，角色和作品本身没办法出声，无法替本来不该由自己负责的事件辩护，这时反倒被利用成最好的挡箭牌。即使杰华确定更换声优，不管过了多久，相信还是会有人只肯用980042图去嘲讽，不愿意花时间去区分并理解杰华和闪耀色彩。然而，因为安迪卡和山村记者面对曲解和不实的做法，时隔今日再次读过 Story， 让我更加确定当时试着用影片去解有当时陈海出轨事件造成的其他层面影响，是个正确的决定。只要多一份愿意解释的声音，就有机会多一个愿意理解的人。不要放弃传达更全面的事实，不要直接拒绝和意见相左的人沟通。2年后我再回头来看 Story 的剧情，有了更多层次的感受。对这篇活动剧情有什么感想吗？你又是怎么看待实境节目和网络霸凌延伸出的议题呢？不妨留言讨论吧。我是 Skim， 下支影片见。一起利用这个机会，希望不要再发生像木村花事件这样的悲剧。愿死者的灵魂可以安息，生者的伤痛可以抚平。